是，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。延平王他大发雷霆。奇怪呀，金汉臣的口供没起作用。是啊，听他的语气，当年的事他都知道了。一定是海葵揭发先发制人，把真情都说了。哎，以前他怎么没说一直相安无事啊？要是他说了，延平王也不会在肚子里装这么久啊。是啊，这件事情我也觉得纳闷儿。明明是海葵恨我，想来暗害我的。咱们没告发他，他先告了我们一状。他不领情啊！不能抱任何幻想，做好一切准备。一旦延平王宴驾，就按商量好的动手，绝不能手软。哼，你还没登上王位就摆起架子来了！我找了你几次，你为什么不见我？父王病了，我整天忙于公事，每天睡不到2个时辰，哪有功夫理你啊？你怎么还来添乱啊？等你脑袋掉了，你就有功夫了。你又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可没有功夫跟你胡说。你耳朵聋了吧？人家说你买通刺客刺杀冯锡范，还说你想消灭异己，把唐妃推到海里面去，好做王位。哼，这谎言说多了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哼，你倒沉得住气啊！冯锡范确实中了一箭，唐妃也确实被人推到海里去了。这些事情都是你干的吧？哼，你说对了，我当初对你说过，唐妃想害的人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我让你帮我报仇，可是你不干，你还想当君子。如今人家把你当成小人看了。真的是你干的？他们知道吗？我承认是我干的，可人家不信。你什么都没干，却是满城风雨。从前我当过一回你的替死鬼，如今也该轮到你了。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栽赃到我的头上呢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你挡了人家的道。哼，当初想推你下海，如今又栽赃于你，是同一个原因，就是不想让你继承王位。这件事情，他们说了不算。哼，你真是个呆子！如今你要是再不想对策的话，后悔的是你。父王尚在，满朝文武都在，难道天会塌下来吗？哎呀！刘国轩来了吗？已经派人到澎湖接他去了。他前几天刚回来，那里是台湾门户，不能没有他呀。台湾何尝离得了他？他是个忠臣，要倚重他才是。是。结果，台湾不能乱，也不能内乱。只要我们不自乱，就没人能奈何。我死后，见过立即死位。若有人觊觎王位，杀无赦。啊。我这一生就想杀回福建，夺得江山。我祈愿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立足偏安。可是天不佑我。见过。日后你们审时度势处置，不要让历史记上一笔骂名啊！知道了，父王。我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。建国他还小，要好好照顾他。
你说的那些谣言我也听说了。别慌，有我呢，翻不了天。是啊，太妃当年辅助老延平王起兵，什么阵势没见过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马上调刘将军入东宁府为好。这会不会打草惊蛇，引起兵变呢？顾不了那些了，我写一道谕旨，防范于未然，总比事到临头干着急的好。好，那我连夜就去澎湖搬兵去。告诉刘国轩，兵不在多，在于精，不要弄得人心惶惶，乱了阵脚。明白了。总督，我们刚从东宁府来，大事不好。我看冯锡范，他要篡权。延平王病势如何？已病势垂危。如今台湾岛上谣言四起，有的说建国根本不是王氏的亲骨肉，也有的说他为了剪除敌意，暗下毒手迫害唐妃。我看这是冯锡范先发制人的阴谋。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哦，主帅，您赶快回去坐镇吧。是啊，只有您，冯锡范才怕您3分。真正能力挽狂澜的就是董太妃，你们必须把实情向她禀报，必要时以王位不能有虚6字向她建奏。若监国能继承王位，朱琳你京城之行也许会成为功绩的。事不宜迟，整顿3000精兵，我连夜回台湾。刘将军，只要您一动，这台湾岛就太平了。将军，您分明就是打鬼的钟馗呀！不过不等兵符到来就起兵回朝，会不会被他们反诬谋反啊？我早料到这一手了，已经向董太妃请了手谕。太妃命令刘国轩即刻赶往东宁府保驾。朱琳真是想得周到。爵爷，刚才皇室诸子都被叫到宫里去了，你看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？爵爷，这是信号，是唐妃失宠的信号。哦，都退下吧。是。延平王不行了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胜败就在此一举了。爵爷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魏晋要不动声色，做好一切准备，待等监国4位之际动手。要有半数大臣站出来反对，那也是很棘手的。不要手软，届时要杀一儆百。只要我们把生米煮成熟饭，一切就顺水推舟了。可是这里面有个人，不能不防。唐妃娘娘说的对，这个刘国轩倒是一个真不好对付的人。一是他有兵权，二是他有威望。他要振臂一挥，跟他走的人还是蛮多的呀。最近听说董太妃已经命令他回台湾了，这可绝对不是好兆头啊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马上想办法，千方百计阻止这个刘国轩回来。我已经拟就了一份假文书，派人送到澎湖去了，命他不要回台湾，坚守澎湖，以防清兵趁虚而入。好主意啊！只要刘国轩不在场，就好办多了。你们2个到了手握乾坤的时候了，记住，一定要造成兵临城下之势，逼他们就范。只要刘国轩不回来，台湾的兵权就在我们2人手里，谁也翻不起大浪。到时候，只要让克爽一上位，我就把那个监国流放到荒岛去。哎呀，真是女人之心！不让他去荒岛去哪儿？难道冯大人还另有意图吗？为了台湾另立乾坤，必须斩草除根。我走以后，你们要严阵以待。无论台湾那边出现什么事情，你们都要冷静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董太妃这么急如星火的让你回去，我看延平王是凶多吉少啊。我想也是这样。你回去再好不过了，也不用说话，往那一戳就管用，降魔镇邪呀。那是门神，不是我刘国轩。拜托了。报，刘爵爷稍等。
延平王守御到。不让他回去了，说澎湖布防比什么都重要。怎么？你不回去了？这样我还能走吗？我以为这可能是假招，必定是冯锡范挟天子以令诸侯啊。就算是，我也不能回去。这上面有玉玺打印，我要是回去，那就是造反。看来太妃的话不算数了。大人，还请您三思啊。朱林，在，我给你500兵丁，你星夜赶回台湾。若是他们敢造反，你相机处置，一旦有事，我立即赶回。怎么样？臣已经尽力了。太医，您再想想办法抢救他。臣会的。孩儿。水师左补尉朱林，持总督刘国轩令符，有急情禀报。将军，快说。我刚从刘将军处回来，他本已奉太妃之令，欲率3000精兵回来护驾，可是突然接到延平王手谕，让他严守澎湖，不得妄动。不可能，父王有重病在身，怎么可能下手谕呢？肯定是有人伪造手谕。刘将军已经想到这些了，所以才给标下500亲兵，保护监国和太妃。还不到兵戎相见的时候。朱林，你刚刚回来，我把你藏匿起来，为的是你的安全。你今天怎么跑来了？事情已到危急关头，顾不得这些了。老爷，洪大人来了。冯大人，情况怎么样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杀建国不费吹灰之力。好。不过刚才董太妃这个老太婆，不知道把建国弄到哪儿去了，恐怕是给保护起来了。可谁也没有这个胆量闯进太妃的寝宫啊！以第2计而行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事，看来这也许是天意呀。大人说的非常对。刘国轩没赶回来吧？他不敢动，他比谁都明白，他要是一动，那可就是造反之罪呀。他手里握有兵权，我们不能轻视他。不过，我已经派人给他捎信儿了，暗示和安抚他。如果他识相的话，日后自有好处。大人想得挺周到的呀。你要注意监视延平王，看他什么时候咽下这口气。我们要抢在他们前面。遵命。你醒醒啊，父王！快点去！父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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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父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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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王。传谕东宁府所有官员，延平王已于今夜亥时病逝于北苑别馆。传谕六官六都使，明示诸王和淮安侯沈瑞速来北苑别馆静园议事。传谕宾客司傅为林，暂于静园，设置延平王静安灵堂，供群臣吊唁。是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来，冯爵，哎呀，这里不许好丧的，赶快办你的正事去。明白。媳妇怎么样？今天？太妃节哀。王位不可一日有虚，就请太妃出来主持大祭。冯侍卫说得对，王位不可一日有虚，就请各位齐聚议政园，尽快举行延平王继位大典，这也是先王的遗愿。啊，遵命。是太妃。刘国轩回来了吗？听说还没有。继位大典他不在场，不太好吧？哦，我看不管怎么说，太妃应该让他星夜返回，这可是紧要时期呀。要是战事防务吃紧分不开身，实在等不了了，那就算了。难道他还不遵先王遗命吗？就是继位大典赶不上也得回来。监国年轻，将来王室大计总得听听他的呀。是啊。要不我去澎湖找他。你去？嗯。好，我下一道谕旨，你告诉刘国轩，我把台湾、澎湖、东宁城的安危全部托付给他了。嗯，行，我马上就走。路上小心。嗯，万万小心呐。哎。啊。
哦，坚果呢？试王袍去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早穿晚穿不都是他穿吗？把他给我叫来。是。祖母，哎，应该称太妃呀。啊，恭请太妃大安。来，让我看看这王袍怎么样。啊，好像不太合适。哎，太妃，怎么能说这话？行，这事以后再说吧。坚果啊，这大赦天下的诏书和封赏的谕旨，可是马上就要用的。大赦天下容易，封赏也不差1天2天，以后再说吧。冯熙犯的不使王位有序很有道理。坚果建国6年，体恤民情，政绩颇佳。明日我决定扶坚国继承延平王之位。谢太妃。出！你们都来了啊！好，一切我已经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听我的。好，走，快点！登基大典开始。台湾不可一日无主。今延平王已仙逝，按家法，当由监国继承王位。各位文武百官，当拜新主。着王袍，请玉玺。
等一下，建国没有资格继承王位。大胆泼妇，竟敢乱我纲纪，坏我大事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且慢。请太妃息怒，姑且听儿媳一言，也请在座的百官做一个评判。若是我唐妃说的没道理，甘愿受祖宗家法惩治。为了王室大业，我唐妃就是死了也无怨无悔。我能在临死前说上几句话吗？不准你胡说，拖下去！等一下，我建国6年，有什么过失？为什么没有资格继承王位？兼听则明，在座的个个是王室精英，要是选一个更能继承先王遗志的，不是更好吗？抗先王遗命，就是乱臣贼子！哼！王室上下的人都知道，太妃是明事理之人。若是我说的不对，再拿我法办也不迟嘛！啊？好，你说吧。慢！末将朱林启奏太妃，延平王先逝，台湾失主，明日哀告蓬台梨树，必将引起众军哀痛，民心沸动。监国秉政6年，举止出众，精明干练，百姓称颂，实中兴之主。恳请太妃早定嗣位，以安民心呐！启奏太妃，朱林所言极是，臣附议。禀奏太妃，臣等负左虎卫朱林之意，请太妃早定嗣位，以安民心。禀奏太妃，臣等负左虎卫朱林之意，请太妃早定嗣位，以稳定台湾局面。臣冯锡范禀奏太妃，确立嗣位之前，应按古制，监国应交回监国印。况且兼听则明，听听唐妃说什么，不是更好吗？太妃婆母，冯将军说的对呀，您的儿子死得好冤呐！你胡说什么？太妃婆母，延平王是被人逼死的，是被人气死的。这3天有人在病榻前逼他，气得延平王死去活来呀！竟然有这种事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唐妃，你可不能胡说呀！婆母，被逼死的不光是您的儿子，气死的是我的夫君。这是有关台湾存亡的大事啊！儿媳岂能胡说八道？请婆母为死去的儿子伸冤，为台湾的黎民百姓做主啊！说，那人是谁？好，我想大家一定猜到他是谁了。这个人就是他！你，太妃，你要为孙儿做主啊！唐妃，你有何证据？证据？监国被诛，早就偷偷派参将朱林去了京城，与清廷密议，出卖我台湾，逼迫延平王向清廷投降。不是这样的。朱林去清廷刺探军情，那是奉了延平王之命啊！你大胆奸国！你竟然把通敌之罪加在一个死人身上！你还有点良心吗？你还有做儿子的孝道吗？你，尊敬的婆母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得而知。朱林进京城之时，不只接受皇帝盛情款待，还建议清廷皇帝启用施琅，向我台湾报仇。先王在上，我不敢有半句谎话。婆母如若不信的话，可让监国交出朱林带回的清廷皇帝的亲笔文书。
有这样的文书吗？你如何申辩？当然有了，监国，你敢拿出来吗？太妃，这不是通敌文书，这是一幅音容相通的绣像，它是台湾百姓的一颗心呐。这清甜秀美的容颜，秀丽晶莹的眼睛，弯弯似带的眉毛，这笔直端庄的鼻梁，巧秀勃勃的嘴唇，不正是活脱脱家乡女儿的颜容吗？年复年，春复春，流光难断，相思心。烟波重重遮归路，望月盼寻衣。云隔阴，雾隔阴，思绪袅袅，情更深。悲欢明月圆又缺，浪花是泪痕。草有训，花有训，天回地转，日月新。何时锦帆破浪归？欢歌为天伦。太妃，你是看着我们长大的。这几十年来，您随先王枕戈泣血，驰骋疆场。您爱惜我们每一位将领，关心我们的士卒。在战火中，您为我们送水送食，为我们擦拭伤口，就连我们身上穿的盔甲，都是您亲手制作成的。您能够对所有的百姓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。太妃，您是我们的母亲。因为你有一颗伟大母亲的心，请您听听这些怀念亲人的儿女们的一片心声吧。微臣宾克斯启奏太妃娘娘，这幅绣像和绣像的词句是绝不可看作通敌文书的。这字字句句，难道不是我们所思所想的吗？难道不是太妃您老人家的所思所想吗？我们绝不能亵渎这幅绣像和绣像的词句所包含的深沉的情感呐。太妃，这绣像是谁？他是面海而立，盼望亲人驾船归来的天妃神。天妃神，禀奏太妃，这几百年前的天妃神，能使朱林将军如此动情的热泪盈眶吗？分明是在欺瞒太妃。他之所以欺瞒太妃，是因为跟他一起去的阿曼已经投降了清廷，成为施琅的义女了。他们都是认贼作父的叛逆。这首词中的后四句“朝有训，花有训，天回地转日月新，何时锦帆破浪归？欢歌为天伦”，这绝不是阿曼的思乡之情，而是清廷皇帝给他朱林的暗语。什么？朝有训是谁？是他朱林。花有训是谁？是他阿曼。他们投降了清廷，出卖了台湾的军情，转述了监国寓意叛乱的用心。因此，清廷皇帝也就召唤监国，锦帆破浪归了。朱林，我和先王视你若子，把你从一个士卒提拔为水师左虎卫，而你却忘恩负义，卖主求荣。来人！太妃，朱林绝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，把朱林绑了！哎，太妃，使不得！松手！太妃，我的再生之命是您给的，我朱林恩怨分明，绝不会卖主求荣。太妃，我今天要把我的生命再次献给你，请记住，等我死后，叫刀斧手把我的心掏出来，看看它是红是黑。相信我，太妃，朱林这颗心
始终忠诚于您。太妃，孙儿有话要说。朱琳是祖父的亲随，是您亲眼看着长大的。您知道他身上有多少伤疤？你也知道他曾经死过多少回，又活过多少次吗？您曾经不止一次夸奖过他，说他勇敢忠诚。您怎么会真的相信他是忘恩负义、卖主求荣的人呢？太妃，您真的相信冯侍卫的信口雌黄吗？就算那首《天妃词》的后4句是清廷康熙皇帝亲笔所写，那只能代表一种对议和的愿望，怎么能说是朱琳背叛的暗语呢？先父曾经与清廷有过议和谈判，若是我没记错，在第6和第7次议和谈判中，冯侍卫曾经与清廷官员同住一室，同桌共饮，那是不是也可以证明冯侍卫就是清廷的内应呢？太妃，请允许孙儿斗胆直言，如今天下形势对咱们的不利有3。其一，每一个人的心里夜夜都在思念着故乡，华夏子孙心归统一，割土裂地，天地不容啊！为了台湾百姓的福祉，为了他们不再饱受战争之苦，我们应该与清廷议和。其二，我已区区一语，怎么去与清廷对抗？军心不稳，何以言战？实力悬殊，又何以言胜呢？迷信波涛险远，更是欺人自欺。要知道，我们能去之处，他们同样能往。太妃，祖母为了长期追随先父出征的将士士卒得以早日返乡，我们更应该与清廷议和。还有其3，荷兰人贼心不死，战舰游弋海上，他们所谓何来，意欲卷土重来。华夏子孙应当一致对外。如若此时再起内讧，互相残杀，何以面对在天的列祖列宗？太妃，议和并非投降，而是团聚。如今的趋势，只有议和才是台湾真正的出路啊！太妃。启禀太妃，臣拥护监国之言。监国洞悉台湾岛内情状，所言无畏无欺，无隐无畏，实是一篇切实、坦率、高明的施政要言，故成为台湾今后行政之一，以议和谋求台湾未来的出路。启禀太妃，臣拥护监国之论。监国息事有理，切中台湾此后存亡要害。只有与清廷议和，才能保持台湾的安宁，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。启禀太妃，臣赞同监国之论，应当以这幅绣像上的词句为契机，回应清廷皇帝和谈的愿望，及时派出使者跟清廷做最后的和谈。启禀太妃，臣拥护监国之论呐！太妃，太妃，听臣一言吧！太妃，太妃，太妃，放了朱琳吧！是啊，太妃，放了朱琳吧！太妃，太妃。太妃，放了朱琳。谢太妃恩典。谢太妃。
听你诉说对我的思念，醒来却不见你的剪影，只见海天相连，相连，相连。我托海鸥捎个信，问候你是否平安。海鸥带回美好的音讯，你给我同意的祝愿，祝愿，祝愿。等到那一天走出梦境，阳光迎接我们的笑脸，哦，一起扑进母亲的怀抱，愿大海的情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。愿大海的情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唐飞想害的人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我死后，监国立即嗣位，待等监国嗣位之际动手。只要让克爽一上位，我就把那个监国流放到荒岛去为了台湾另立乾坤，必须斩草除根。你要注意监视延平王，看他什么时候咽下这口气。等一下，监国没有资格继承王位。